种误会都不用细说，我知道我们都是对的。曾经心疼你，我才成全了错过。此刻别管所谓脸色。你突然离开的瞬间，耗尽了几年的笑脸，重复雨天，等待晴天。你突然拥抱的瞬间，仿佛等来了一万光年，温暖的夜从未走远。这里29000那个140块，扣掉昨天给你付的医药费，只能给你3万。宋真呢？卖了。胸针上有钻石，值几个钱？钱已经被我花了。卖了。你不说一说？你昨天可是问我要5万，毕竟这些钱用来买我的前途太多，用来买你的自尊太少。等等，你觉得这样我真的会开心吗？我说了我不要了，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耳机给我？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，我希望你跟大家用一样的。是，我们家庭条件是不太好，我用的也是旧款耳机。但是你这样做的话，我会觉得你在施舍我。谭静，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了钱吵架啊？我真的觉得有时候，你的敏感和自尊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。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？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自尊的。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？我收了你的钱，我们两个就不平等了。不平等的两个人怎么相爱啊？我不想跟你不平等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两个人
平行线，各自努力的生活，终究逃不过上天正确的选择。苦衷误会都不用细说，我知道我们都是对的。曾经心疼你，我才成全了错过。此刻别管所谓脸色，你突然离开的瞬间，耗尽了几年的笑脸，重复雨天，等待晴天。你突然拥抱的瞬间，仿佛等来了1万光年，温暖的夜从未走远。曾经心疼你，我才成全了错过。别管天空什么颜色，你突然离开的瞬间，耗尽了几年的笑脸，重复雨天，等待晴天。你突然拥抱的瞬间，仿佛等来了1万光年。生日快乐！耶！安静。送你什么呀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很贵吧？也没有很贵啊。你爸不是不给你钱了吗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个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花我爸的钱，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。而且，我希望以后我还能送给你另外一样东西。那你肯定吃了很多苦，不高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胸针吗？因为我希望离你心脏最近的那个东西，是我送给你的。喂，聂大医生，终于接了。你这手机也太难打了吧？有吗？你该不是为了躲我吧？煞费苦心啊，聂医生。不过没用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，你得给我保驾护航，逃是不可能逃掉的。
赶紧出发，等着你。好。妈妈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嗯，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，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。平平也开心，妈妈开心了。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，杨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。可惜爸爸不在。妈妈，爸爸呢？爸爸他在加班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老加班啊？爸爸是不是因为之前给我治病，所以才天天加班啊？所以等我病好了，我就要快点长大，赚很多的钱。肯定不让你和爸爸上班，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啦。好，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。嗯。好，蛋糕放桌上去。嗯。妈妈，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激凌了，可是妈妈说我不能吃冰的，吃了会不舒服，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。香蕉也是好的呀，营养那么多，是不是？等到平平做完手术啊，就可以跟梅梅姐姐一块吃冰淇淋了啊。嗯。妈妈，你又开始弄豆渣啦？是不是爸爸要回来了呀？是啊，爸爸现在加班呢，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平平玩啊。嗯。妈妈炒的豆渣好吃吧？嗯。放点小葱，放点椒盐，一炒可好吃了。嗯。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。好，老规矩啊。等到豆子发芽了，爸爸就回来看你了。好了，自己玩会儿。不知道多少个梦里，我总是回到这里。阳光很好，你也很好，我坐在你身后，时光很好。我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儿了，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。我明白，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。无论我多么的纠结留恋，
都已经结束了。其实一切早就结束了，我不得不庆幸，终于结束了。今天就是我余生的第一天。眼睛一闭一睁就做完了，一点都不会痛的。嗯，乖。萌萌，怎么啦？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心情不好呢。萌萌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黄豆。等萌萌做完手术，豆子就发芽了。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。这么厉害？真的这么厉害？你别看它小小硬硬的，只要给它一点点水，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。所以你也要和它一样坚强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易叔叔，你要和我一起等待豆芽长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等。听话，明天我再来看你，一大早就来。粥也喝了，桃子也吃了，我真的回去了。我爸爸最近看我看的特别严，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。别走。我给你施个魔法。小时候我爸爸加班，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，就老这样做。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是吗？叫豆子发芽魔术。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，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。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，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，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。这么神奇？嗯，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？你还想当我妈啊？谁想当你妈？当你妈有什么好？哎，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儿好。不行，我嫉妒你儿子。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？那我走了。等豆子发芽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你的病也好了，走了。舍不得你吗？Праздник, да, такое. Так, эта камера включается, все темы разговора нету, конечно. Давайте то же самое, знаете? Что там нарешал? Молодец. 6-4. 冯大嫂，我看您不是坏人，就是脾气有点暴。是这样，我们家的确有困难。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等着钱做手术。是吗？就能拿出这么多了。你看，哎呀，你说你长这么好看，命运咋这么坎坷呢？回去把孙志军看严点儿，别让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。你今天你这是把我老公打了，我们两口子心软，好说话。你上外边你打别人，给你试试。你试试，这点钱能摆平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也不是为了这点钱，你说谁平白无故挨顿打能不憋气呀？是啊。行了，我看你天天往医院跑，是吧？认错态度呢也挺端正的，就看你面子啊。我们不告了，派出所那边我们认调解了。
谢谢。回去好好照顾孩子啊。好，挺不容易啊。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好养病啊。他马上出院了，你不用过来了啊。好啊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位女士订了心超和 CT 的检查，你告诉她怎么做，去哪里。好的。放心，她会带你。这能，你这冯辉跟你要多少钱啊？啊，多不多？这不能怪我也不想这样，没这么开玩笑的，这不是人身攻击吗？哪有这么玩的呀？我这已经很留手了。回去洗个澡，歇会儿啊。我回单位上班去了。不吃一口啊？哎呀啊！你小心一点儿，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这些活你以后不用操心，这活我全包了啊。这些活我还是能干的，以后有活咱们还是分着干吧。我已经很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姑姑租这套房子给我，我就得流浪街头了。哎，见外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房子啊，条件是差了点儿，那也能挡风挡雨的。你呀，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，我也好踏踏实实照顾你啊。上班那么辛苦，还得照顾。嗯，我愿意呀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，照顾你一辈子。冯辉跟你要你多少钱？哪来的钱啊？啊？我借的。你可拉倒吧！能借你钱的人都是你借了一遍了，谁借你钱啊？你是不是跟聂医生借钱了？你喝酒了？你跟他喝的？你没资格问我跟谁喝酒。我是没资格问你啊！这些年你照顾我，我给你添麻烦了，我该死啊！但是跟聂家要钱，我比谁都有资格吧？我就想问你怎么跟他借的钱？你要多少钱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自尊心、脸面什么都不要了。我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把钱借给我，满意了吗？
你说你天天这是干嘛呀？又不是没有家，天天也不回家，就在外边喝酒，找也找不到你。平平天天问我说：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想跟你玩儿。”我真的现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我就想把孩子的病治好，治好了我就踏实了。你就别折腾我们了，行吗？咱们以前的事忘了，不想了，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也想往前走。怎么走？我咋走？那孩子生病我不着急，我不也天天出去，我出去弄钱去吗？那我倒霉你摊上了。这次不一样，晴儿，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，我那哥们儿他拿到高利息了，真拿着了。我不多借，就1万。我1个月之内，我把本钱、利息都给拿回来，你信我？你傻呀？钱真这么好挣？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的每天找人借钱吗？能办法我跟你说，我烂命一条，我无所谓，反正要跟我逼急了，就聂宇胜他爸，就玩命呗，狗东西。你狗东西，连一个也逃不了。室间隔缺损，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。缺损在室上级的肺动脉瓣下，缺损上缘与肺动脉瓣环间有肌肉组织隔开。经缺损，从左向右分流的血液直接射入右室流出道，需要修补缺损。主动脉瓣也有问题，要同时处理。可以先试着成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要置换主动脉瓣。这种情况一般最好是学龄前时期就得做手术，他等到现在手术风险比较高。有把握吗？当然。医院通过了那个项目，就是那个 CM 公司补贴的那个。你怎么这种表情啊？当初提出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你是最积极的呀。不是说还有审批吗？论证过了。上个星期啊，咱们医院开了一次会，而且呢，还请了几位权威人士。那天你没有参加会议，毕竟是新项目，一切要谨慎小心。病人呢是老董推荐过来，据说啊家境比较困难，估计啊他能够接受我们补贴的方案。这个项目啊就由你来负责，回头啊你去联系一下病人的家长。好，这个病人呢叫孙平，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。孙平家长，来带孩子进来。主任，这个病人不合适。为什么？CM 项目手术风险比较高，选择第一例病人最好是成人。哎呀，我考虑过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成年人承受能力是好一些，但是这个项目是有针对性的，在成年人这些患者当中，现在没有合适的。我还是反对选择这个病人。你看，这个病患年龄太小，合并2个问题，可能要做主动脉瓣置换，相对来说病人的病情就比较严重。再来，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，虽然不是太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，但因为这个病患的缺损位置相对少见，而缺损面积又达到8%，修补起来非常复杂。主任，我们项目刚刚开始，你看要不要考虑我们从简单的开始，循序渐进？还有，这个病患我见过1次，家长似乎不太愿意接受。哎呀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你不去亲自试一试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不愿意啊？
谢谢。总公司的人一直没给他当一路吃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看把他给急的。谭静，你电话，医院打来的。哦，帮我听一下。经理，我接个医院的电话。回去。哦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孙平家长。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？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。啊，对。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，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，可以对孙平的病例进行公开的讨论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。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，选中了孙平的案例，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。具体的情况，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您解释的。平平被选中了。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？那我不敢这么说，您先来趟医院吧。哦，好的。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？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，您到了之后呢，直接联系聂宇胜医生就可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突然请我喝酒？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。要不然呢？哎，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？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，你第一次请我喝酒。有吗？没有吗？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。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，远远望去，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捡草坪。我当时就想呀，这么热的天，干嘛非得今天捡呢？还没等我想明白呢，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，我就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还好你英明果断，翻过篱笆100米冲刺了过来把我救了。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呀！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，叫救护车。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？比你小命都金贵，还不是我当机立断，送什么送？不送，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，把我的小命保住了。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。来吧，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来多报一报。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，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宇胜啊？铁人似的不睡觉，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，年年奖学金，不要命似的。哎，其实我特别想问你，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？玩命拼啊！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，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，我是要你学金融，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。你的商业帝国，我不稀罕，我就是想去学医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，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，要给他爸治病，是不是？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？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？好，那我再告诉你，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，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。我1分钱都不会拿你的。那你就在外面饿死、穷死，好吧？照顾好你自己吧。也难怪你爸生气了，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？别人不知道就算了，你也不知道吗？
我爸可以不理解我，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，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，你不行。我不是不知道，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，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是说想让你听你爸的去学金融，我是想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，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。怎么能叫牺牲啊？我心甘情愿的。聂雨生，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，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。你回去吧，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。我陪你走走吧，但我待会儿有考试，只能一会儿。哟，小静，哎，来打包面包。好。谢谢。安静，有电话等医院打来的。谢谢，帮你收一下。经理，我接个电话。回去后悔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孙平家长。你好，我聂医生，我的同事打电话给你，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，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。哦，我会把资料发给你，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。看完之后，你考虑一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我是说，因为资料很多，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。哦，好。邮箱里有吗？有的。报一下。tnforever@126.com。你大声一点。小写的 T， 小写的 N， 数字 4，ever。
哎，我收到你给孙平家长的抄送邮件了啊，学习一下。哎，你看你这封资料邮件写的，各种角度、各种情况，敬业。哎，你是不是把这个失败的案例放的太显眼了？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，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。手术风险本来就大，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。2720。对了哈，对，赶紧下班吧。好，辛苦了。啊，经理，哎，你好，我可以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吗？干什么？啊，是这样，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，经常迟到，然后电话也比较多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，都用来加班。行，很好，知道就好啊。还有，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您就及时跟我说。你呀，你就好好工作啊，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。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，啊，回去好好反省，好吧？啊，对，丹阳，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？啊，最近还算是稳定吧。行，那忙去吧。谢谢您关心。没事，忙去吧。好。石头布，来了啊！1、2、3，输了，往上。换你，剪刀石来啦！头布，开始了啊！1、2、静姐， 3，上！我来。我不进去了，我去接平日回家了。救火呀！快点头部。哎，静姐没吃饭呢，留下来吃饭吧。妈妈，静姐，你们这是要坦白呀？但你看我妈那样。妈，静姐来了。王姨，谭静来了。哎，饭好了，等我切个水果。
王姨，这汤看着好好喝，我给你盛一点啊。谢谢。来吃个虾。阿姨，这是我给您做的蛋糕，低脂低糖，您尝尝看。这谭静吃了你的蛋糕，就把工作给丢了。我要吃了你的蛋糕，我不知道我会丢什么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我怕我丢不起。王姨，我跟你说呀，小梁师傅在我们院内是有名的，做的蛋糕又好看又好吃，你尝尝嘛，你尝一下嘛。阿姨，玲子辞职的事情都是因为我，请您体谅。但我跟您保证，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先跟您商量。现在这个时代吧，花样繁多，不管时代怎么变，女孩子家还是应该矜持一点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啊，好不容易凑到一起。来，哎呀，王姨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快来吃一块，快吃快吃。我妈也真是的，我说带她回来吃饭，她一点也不反对，菜也是做了一桌子，结果没想到饭桌上来这么一出。我跟你说呀，像妈妈这种年纪的人，对于什么辞职啊、再创业呀，是特别敏感的。她觉得你们出去会上当受骗，然后同时好好的工作也没了，你要理解她。还有啊，她在气头上，你就跟她摊牌了，她肯定不同意。你慢慢来嘛，不着急。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讲一下啊。值班经理跟区域督导写了一封信，说我经常迟到早退，还挪用公款，建议总公司把我给辞掉。不是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说来也巧，正好呢，我要用电脑，他的邮箱没退出去，我就看见了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他信上还写什么？他说店长呢一直在袒护我，然后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才越级写的举报信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这次被提拔，就是因为拿我写的那封英文解释信给了总公司看。他也太恩将仇报了吧！走，咱们先去找他。算了，先吃先吃，你看我都不生气了，先吃。人家这是不想给自己留后患，就算哪天被发现了，公司要找人，也找不到人，死无对证。要不我们去找店长吧，他肯定会帮我们的。这个事儿现在都闹到总公司了，店长也不管用啊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给总公司写了一封信，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给他们说明白了。你可以呀，这事儿都不用跟我们俩商量，自己就给办了。办得漂亮。那我不是被值班经理给逼的吗？我终于明白，原来医疗公司的补贴就是因为这个手术用到的生物瓣膜是全新的，效果未知，年限未知，一切未知。我第一次心里这么无助。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，该有多好。我一个人，我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啊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谭小姐吗？
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盛芳婷，我这边呢刚刚收到您的邮件，觉得很意外。我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，能不能我们见个面，让我了解一下情况？盛总您好，是现在吗？对，我在公司加班，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聊。可以啊，那麻烦您把那个地址发给我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好的。等会儿见。喂，玲，你上来一下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，帮我看会儿萍萍。你好，我是盛芳婷。我是谭静，你好。你好。可以进入正题了。今天找你来呢，就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过失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？因为责任。什么责任？是因为我过生日，梁元安才想送这个蛋糕给我。他是学裱花的，如果这次被开除了，就会上业内的黑名单，别的店都不会再用它。而我是收银的，相对来讲找工作更容易。但是错误是他犯的，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呢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最难的时候他帮过我。你犯了职场的大忌。第一，你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全揽到自己的身上。第二，友情不是用来挑战规则的。你说的对。麻烦你一下，帮我读一下这篇文章。Global market strategies are essential for global market success.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hat denot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itability success and global market strategy success. 不得不说，你的发音很标准。我很好奇啊，以你的英文水平，如果只做一个收银员的话，实在是大材小用。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发挥你自己能力的职位呢？我没有本科的学历，那时候在外国语学院上到大3的时候，家里出了一些变故，就没有继续读下去。现在如果没有毕业证的话，就算你去做英文的辅导老师都做不成。像一些大公司，就连最基本的行政助理都需要本科以上的文凭。好的，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了，感谢你今天的到来。我也谢谢您给我解释的机会。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，如果可以帮我保留的话，我会非常感激。我会尽力。好，谢谢。谭小姐，人如其问，再见。Forward to in the future. Look at the people below and read to the people A to F starting to work
我曾经为你苦读英文， Getting a 没 job 想到 and finishing 这居然成了 college 现 studies. 在我证明自己的方式。喂，盛总， Vicky 啊，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明白什么？有空的话，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，我们当面聊。我明天要去医院接王副总出院。那我等你吧，啊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好的。聂医生，有个车祸的伤患，肋骨骨折，可能伤到了心肺，120马上送过来，15分钟后到急救中心。跟车的医生是谁？急救中心的常医生。好。萍萍啊，萍萍啊，妈妈，我是不是等病好了就可以去上幼儿园了，和别的小朋友一样？是。他说：“今天吃饭有没有吃好啊？记得一定要吃饱哦。”他说：“我在上公共课的时候走神了，思绪一直飘忽不定。将来如果你能考到我在的城市，该有多好。”他说：“还有一件很俗气的事情，我想跟你做。”我问他什么事儿啊？他说：“听 Live House。”千夕阳，千夕阳，别怕光还未照身上。这个您上3楼就好了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主任好。哎，你好。
哎，主任，又忙了一晚上。这是给你带的早点，还热乎的，赶紧吃了吧。谢主任。我在来的路上啊，看见全秘书了，是不是你爸又到咱们医院做体检了？哦，他没跟我说。他每次跟你说，你去看过人家吗？今天要是有空啊，就到体检中心去看看他，也显得他有面子呀。我走了啊。叶总，检查都做完了，等报告出来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。谢谢你，对，没事，谢谢啊，好好休息啊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应该没事吧？别把自己个儿给吓死啊！哎呀，还是小心点好啊！叶叔叔，向您了解一下，您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心慌、胸闷、头晕、恶心之类的症状呀？没有，那您对什么药物有过敏的感觉吗？叶总，没有。叶总，您是说我们家男神是您儿子吗？不就是个医生吗？怎么又变成男神了？难怪我们家男神那么帅。那么说他很受欢迎了？那既然那么受欢迎，怎么连个女朋友也没有？啊，真的没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太好了，哎，我得去赶紧告诉 NFC 去。NFC 什么？聂宇胜粉丝俱乐部呀。哎呦，他还有粉丝俱乐部啊！好，你们啊，个个都加油，看谁能做我儿媳妇儿。那我们都有希望吗？有，大大的有希望啊！如果会中医的话，那个优势会更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会针灸啊，可以治他那个面。姐，魏叔叔，哎，来了，小聂先生，啊，医生，检查做完了。脸上怎么那么难看？值夜班。啊，来，哎，把那给他。你爸知道你肯定没吃早点，让我特意买的生煎，赶紧趁热吃了吧。吃饭不能吃东西。你们医院怎么规矩那么多啊？医院本来就有医院的制度，你们公司应该也有吧？你看看你讲话那个样子啊！你平常在这医院里面都跟别人这样讲话的吗？难怪那些小护士啊说你啊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你这个样子啊，哎呦，你怎么交朋友你？我本来就忙。倒是你，还有这种闲工夫和小姑娘聊天。走吧。哎呀，体检报告出来，我给你送过去。小聂，林主任，你爸爸来体检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你爸爸他肝区有阴影，不过你也别紧张，你也是学医的，这个时候再急也是没用的。我爸知道了吗？还没告诉他，再做一次活检，看看结果再说吧。别紧张。好。叶医生，这是刚刚没拿的生煎，我给您送来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份生煎聂叔叔一直怕凉了，还让秘书去热了好几次。
其实刚刚是我们一直在说话，把聂叔叔给逗乐了。我们一直在说关于您的事情，他听了之后很开心。谢谢。